王杰并不是一帆风顺，跌跌撞撞的打零工谋生计，直到一次偶然的机遇敲响了音乐的大门。然而，一向对音乐颇有信心的他，却从未停下不为人后的脚步。我有一个大哥，他以前是莲花乐队的一个大哥哥，就是许冠杰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个大哥，他就说，王杰你来台北吧，他说我台北很好混啊。那我说我没有钱买机票，然后他就帮我筹了一点钱。我去台北的时候，我头发有这么长，好长的头发。那时候，台湾的宪兵会抓人家的头，不让年轻人不可以留长头发，还管呢？对，管。那因为他不知道我不是台湾人，你知道？那时候就我走到一下飞机的时候，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人后面抓着我的辫子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头发为什么那么长？为什么没有去念书？因为他们宪兵是可以管学生翘课啊、不读书啊、逃学那种，可以管的。啊，我说我是这个香港人呐，我语言讲的不太好，知道我是这样，就让我走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涯，就是你刚才说才开始做那些特技的那些工作，然后就也晚上会偷偷的在夜总会唱歌。就是赚钱。你那时候知道自己唱歌是你的天赋，或者将来会靠这为生吗？我一向对我自己唱歌蛮自负的。但你那时候写歌吗？写。一个头发长长的，我觉得其实摇滚它有的时候或者写歌，它都是在那个不被人所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的才情和激情不被社会认可、压抑的时候，你才有表达的欲望。你那时候应该蛮有表达的欲望。我那个时候唱歌，自己就觉得很特别，就是咋特别呢？我那时候，因为我去到台湾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台湾的音乐水准跟素质要比香港高太多了，相差真的太远。原因是在哪里？我们香港很多艺人跟很多音乐人，其实他们不懂得看谱。你说是五线谱是吗？五线谱也不会看，简谱都不会看，很多制作人都不懂。还有这样的呢？结果我去到台湾的时候，第一次，我就很想炫，就原来台湾他们的制作人是要你写歌拿个谱，有没有写谱，拿写谱给他看，他用看的他就知道这首歌行不行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问小哥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有访问到他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第一首我说你都不用听我唱给你听，他不用，你不用废话。以前他们真的是权威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们好多歌手艺人，几乎10个有8、9个都会弹钢琴，都会。原来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唯一能够了不起让他们注意到我的方法，就是我的声音。结果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我很穷，我就跟我大哥借了一点钱，就去台北有一个地方叫通化街，去买了2个录音机。通化夜市那边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刚从通化夜市回来，吃那小吃。对，我就买了2个录音机，就晚上就利用在那个酒廊，我就弹钢琴，先把一首歌弹这首歌，然后这个录音机录下来之后。再放过来，就用这台录音机，那这不是有钢琴的吗？那在录这一台的时候，我再弹另外一个电子琴，把它这样串起来，两边拷贝，最后才放的时候不是有个音乐吗？我才把我的声音唱进去。自己在那弄。对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歌寄过去给唱片公司，所以我第一个帮他写歌的歌手是张学友。所以张学友比我出道早了，他那时候一直火不起来在台湾，因为我不是说你不火，但是我真的第一个是帮他写的歌，然后一首，就后来我也不喜欢他们编的方式，因为编的张学友比较喜欢那种节奏重一点，就那种咚咚锵咚锵，他把我的歌改成那样。后来我说不行，我又把写歌又写给江玉恒大哥，也是用了我的歌。后来我帮过很多人写歌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当歌手，就后来是因为我这样一直唱进去，一直唱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个飞碟唱片公司一个制作人，就李寿全老师，这个人蛮特别的声音，结果，到了录音室，大家又杠起来了，因
为他要我唱那个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抖着唱啊。对他们那个年代很流行。什么分离？对，我就不行，就两个又杠起来。他说好啊，你要死你就去死吧，你就随便讲，你现在要怎么唱你就怎么唱。就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是这种情况。那我也坚持说，我说前面最好有个鼓的节奏，就跟那个老师研究了好久，那老师也蛮赞同。音乐这样。这首歌，我们来放给王杰。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为什么道别离，别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我觉得像周杰伦比较多。我不知道王杰能不能唱几句陪我一起。我今天嗓子有点哑。我听出来你嗓子有点哑，所以你悄悄的唱一点，我们大声的唱好不好？好。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我们大家唱后半部分好不好？说什么别离，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无情无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王杰，一个红透80年代的音乐浪子，在事业的最高峰，他竟离奇消失。就是在我的饮料里面下毒药。后来我的嗓子整个就坏掉了，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，大概只剩下6个月。沉浮10年，音乐浪子如今为何重返乐坛？为了要消灭王杰这个人，而他们去制造了另外4个东西出来。我已经跟香港的媒体宣布，我不再是你们的艺人，你们不要再来搞我，不要再来诽谤我。繁华背后也有辛酸。为了完成合约里的工作量，王杰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在魔鬼式的唱片期里挣扎。3、4年下来，一个174公分高的男人只剩下80斤的体重。王杰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，他像一个受伤的动物，躲回自己最温暖、最安全的巢穴疗伤。
后面啊，都是歌迷知道我要做王杰这期节目，然后把他们搜集的所有的你的这个专辑都送过来，50多，都不止50多个，是最全的一次了。可是给我们感觉有一段时间，好像你是出国了还是去哪，就离我们特别远。对。所以我真的很想问这段你去干嘛了？其实那段时间，因为我患了很严重的厌食症，很多歌迷可能不太清楚，那段日子我瘦到，你看我那个穿那个牛仔裤好像呢，其实我里面是穿了好几条那种裤子，有一种叫做，你们叫什么那种绒裤，你知道那种？我们叫棉裤。棉裤毛裤。就穿了好几条，那瘦到已经不行，我一天吃不到一口饭，我一吃东西就吐。哦，这是厌食症的表现吗？我就是严重，我已经瘦到，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我很胖？但是其实我就算比起其他歌手，其实我不叫胖，但是因为大家习惯看我以前那个瘦到，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，如果你们找那个我以前的唱片，你就会发现瘦到那个真的很可怕，对，已经不行了，快要，那都已经，我只剩下80几磅。天哪！一个男人呢剩80，我那时候最记得。我每天回家洗澡的时候啊，脱光衣服嘛，我们当然要，因为我那个厕所很大，都是镜子。我每次一洗澡，我一脱光衣服一照镜子，我自己都哭，每次哭，因为你知道，一般男生会觉得说，哇，男人就是要三角肌，6块腹肌啊，很大的肌肉啊，胸肌啊。可是我一照下去，就好像一副骨头放在那边，我再也每次都想说自己。可不可以拿一些哑铃啊、重量的东西，都没有办法。那厌食症吃东西的状况是什么样的？哦，我吃不下去，吃了就吐，一天吃不到一口饭，就那时候昏倒过好几次，就做完工作，这头做完那头送医院。这什么引发的呢？工作压力，然后我是一个对音乐很执着的人，我是一个对音乐在我来讲是一个。结痂就是很结痂的一样东西，很白玉的一样，精神洁癖了，不能够有任何东西去污染它。然后我自己又发生很多事情，包括婚姻，包括被排斥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尤其在香港，他们为了要消灭王杰这个人，而他们去制造了另外4个东西出来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每天不管是好的坏的，反正好的永远就是没有说好，坏的会说成更坏，就那个压力，再加上唱片，一年要出4张唱片，然后我好像怎么做都要被人家攻击，然后怎么做都不对。那后来我就说，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，你不能再这样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大概只剩下6个月。那个时候有些电视台。他们有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就那时候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多电视台都抢先要帮我拍纪录片来干什么的。以为你只能活6个月了。如果医生说那时候再不停止工作，你就没得活了。你知道那个卡彭特他不是得的也是那个Carpenters，对，他也厌食症。对。所以那个其实你自己有这常识吗？你这个症状出来了，比如沮丧。然后还有吃不下东西吐，然后人瘦到不行，你知道这是厌食症吗？当时还是不知道，刚开始是后来医生告诉我，但是我没有忧郁症，我不是忧郁症，我是恐慌，对食物，因为我每次工作没有时间吃饭，我是拼命的靠咖啡，我没有晚上睡觉不喝咖啡，我是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，我会觉得就像好像。毒瘾一样。可咖啡是提神的呀。它对我来讲已经不是提神，已经是一种精神食粮。所以该吃饭的时候，可能你经常不吃。对。是吗？对。然后我就是变成这样，后来到最后昏过去的那一天，到了那个医生就给我讲，那个台湾的医生他就说，这样好了，王杰，如果我只能告诉你最后一次，你再继续不停的话，你不停止你的工作。你顶多半年，你一定你再昏倒下去，你没得救。就后来我就，为什么会结婚就是这样，第2次。那个时候你结的婚？结婚，
我就走。其实也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想有个人照顾，然后又是没想好。没有，对啊，所以后来就这样回加拿大，很可怜。刚开始加拿大那边的医生就是每天给那个 baby food 婴儿食品，一条根一条根的吃了快半年，然后慢慢就用那个细牛肉磨碎，煮稀饭，一点点吃。然后医生就叫我说，你不要去跑步，你去买一些狗，带着狗去散步。然后后来医生又告诉我，你去买一条船，但是你站得开，你不要坐得开。然后就是因为站得开，那个浪，那个船，那个腿就会每天练那个腿力。我就是这样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然后去举重，慢慢的把身体，然后当然也有吃药，就身体就变回好壮。最好，我觉得我自己最好看的是就是10年前签了一家不应该签的公司，那段时间。你的人生对真丰富，总是有很多错位。10年前的王杰签约了新东家，对他而言本该是个新的开始，而却因为各种不为人知的原因，让王杰的身体和事业陷入了更大的泥潭。但是我在想啊，就是说，我看您是天秤座啊，对，按道理天秤座本身体拥有一个平衡的能量，对，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厌食症、情感的问题呀、然后公司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一个人那么红的一个人，百般宠爱的一个人，到这个处处都不顺，我不知道我面临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的，那种人生感受是什么样的。我其实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，我在我人生的哲学里面，我认为人遭遇到不一样的坎坷或者责难，我觉得那是一种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生。财富。你如果来到这个社会，来到这个地球，你光秃秃的来了，光秃秃的走，什么都没有遇过，我觉得那个是枉费了你人来到这个地球学习的一个阶段。我是这么看的。虽然在这10年来讲，是我坦白说比以前还要更痛苦。我有一度好几次，我差一点要放弃，我想走。我看不下去香港这个娱乐圈，然后有人要做浪子，有人不让你做浪子，有人要怎么样，有人说那很多是非，然后包括又要面对4只怪物每天的打压，一个人要抗衡这么多不同形色的艺人跟媒体，我一个人要去对抗他们。我坦白说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几年前，甚至有一些公司的人，他们会恶劣到，就是在我的饮料里面下毒药，所以后来我的嗓子整个就坏掉了。有好几年的时间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那几年我的嗓子是哑的，完全出不到声音，中了一种叫铅毒，你知道铅就是少数水银，所以那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说你要好几年才会恢复，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办法在治疗到，慢慢嗓子，可是已经回不去以前那种响亮的那种。后来我就开始在研究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这种人，你把我打败，是打不死的，打不死，你太厉害了。我就开始对，我们应该想到一个植物来形容它，大家去想一想。所以，我有时候会。我想告诉大家一下艺人的歌手的一个心声。我敢说，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如果换了别的艺人，可能已经跳楼，早就了结自己一生。你没有想过跳楼？我对天说真话，我曾经也试过。可是，我每次一想到那张可爱的脸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小孩子，虽然是照片，我已经10几年没有看过我的儿子。我每次一想到那个是我的动力，可是当我每一次，可是当我每一次又想放弃，我回到内地来的时候，我去唱拼盘，可是我又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又让我那股放弃，对，又把我拉回来，好几度。
其实是歌迷，他们把我拉回来。就像我曾经想过，在87之后是不是应该放弃，应该结束，让自己结束。结果到了87的时候，他们把5颗松点亮的时候，又把我拉回来。我觉得艺人就是这样子，浮浮沉沉。其实艺人挺脆弱的，挺脆弱，其实很脆弱。我们每天要冒着很多的风险。有时候我坐在家里也会想，每一次回到内地来，有好多歌迷，他们常常会对着我说：“王杰大哥，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。”我有时候就很纳闷，我会问这位大哥您几岁了？哎呀，我50了。我说你50岁了，你年纪比我还大，你怎么会听着我的歌长大的呢？但是后来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以前有一些公司的人，他们常常对着要求一些媒体去写，说什么我年纪比刘德华还大，比成龙还大，开什么玩笑？成龙都几岁了？不是。说我比他还大，那我今年岂不是70？那我坐在你这边的我不是变成一个妖怪了？那如果我真的这样，那化妆品公司应该找我去当这个代言人。所以你们不了解我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回家对着镜子，我真的每天在哭。我真有这么，我不是在乎年纪大或者小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然后他们就好像，尤其是他们一看到最近啊，尤其最近香港的媒体，他们一看到怎么内地有这么多那种80的、90后的歌迷，他们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可思议，还喜欢你，又开始要搞了，又要开始要有行动，因为香港在10几年前、20年前就是出了一个浪子之后，他们憋不住了，所以他们要搞一个4个怪物出来，就每天要跟你对搞。你哪怕你不去接触他们，他们都要来攻击你。那到今天为止，其实这个事情表面上是平静，但事实上是变本加厉。他们会觉得，怎么你这个王杰还没死，而且你怎么把5颗松也更点亮了？他们现在其实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自从5颗松之后啊，以前那些我在最惨的时候，那些艺人也好，媒体单位也好，鄙视过我的，甚至于踹过我2脚的人，现在都回来找我了。所以你不了解我，每天对着镜子说，我很难去面对自己，那种心情不是你能想象。我还能争下去吗？我今年已经40几岁了，我还要干到什么时候？我难道要像他们每天那些艺人一看到记者说，嘿，记者一走。就这样子，我需要这样子吗？然后我已经跟香港的媒体宣布，我不再是你们的艺人，你们不要再来搞我，不要再来诽谤我或者丑化我。可是照样，我家里面每天1男1女的记者狗仔队就，我前天要来的时候，也有2个在我们家，故意在我们家那个水沟在那边拍那个虫还是什么，那拍的时候那照相机根本就夹夹的一个在，我还在那边对他说，拍完了没有啊？谁要拍你？他们都这样，就摆明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。为什么我一直在媒体强调，我希望我们内地的年轻朋友、年轻一代，不要把我们香港那个坏风气带到这边来。你看台湾现在不就是一个例子？原本好好的一个歌坛，自从他们香港的媒体过去那边驻扎了之后，开始搞什么的，搞得台湾现在鸡飞狗跳。但是我想问你啊，我刚才不跟你讲，北京的楼市也在降价。我刚才王杰说，那么多的艺人，包括李宗盛呀，很多人都在北京，他们住得很开心。经常我们在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吃饭都会碰到。真的，我觉得我喜欢北京，因为它还有很多纯洁的地方。你过来吧，来这边住好吗？反正你现在也没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现在真的是光棍一个，但是我对这次得想好。我没有，我从来不太会说谎的人，我有来找过，可是也许因为我在加拿大住太久，
我有我自己梦中的房子，我希望能找一个大厦的顶楼，2层楼的那种大厦。哦，大厦。吓我一跳。你交给我，我来帮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种顶层啊，就像我老公特别喜欢，因为他在香港工作很多年，他好喜欢在顶层能看到灯火阑珊。对。对，但我可以帮你去找这个。你来北京吧，我觉得你这个性格，我跟王姐，你这个性格是，其实，在圈里你太直率了。对，说实在是会得罪人的。我其实真的有想过要搬到北京，可是我每天一直在北京市，我开车，我们公司的人，我都会看那些大厦。我到今天为止，我每天还交代我们公司的同事交代。你北京赶快帮我看，找到我喜欢的，我就会搬过来。而且我也希望将来我住的大厦，是很王杰的感觉，就是人家一看，哎，这是王杰住的那家大厦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不是要标榜我自己，其实我喜欢的大厦是很，坦白说是很旧的那种感觉，可是是高的。哦，那应该不贵。没钱了，等赚多一点呢。女大18变，小爸爸遭遇另类尴尬。我常常这样抱他到他14、15岁开始，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再抱了，你知道？我每次就说，哎，陈文走远一点。我说你不要老是跟着我这样子，我说被人家误会你是我女朋友。是这个硬汉的软肋，同时让他难以平复的还有2次纠结的婚姻。第一次婚姻，妻子留下襁褓中的女儿离他而去，与第2任妻子的甜蜜的生活也仅仅过了4年。王杰说，他的一生可能对很多人都有愧疚，但最让他愧疚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。我们来说说你要柔情的一面吧。你女儿今年多大了？20多了，我也记不起来。20多了，20多了。她现在是做空姐。做空姐。对啊，她飞欧洲线。你经常见她吗？没有，以前5、6年前吧，还可以偶尔半年见到一次，因为她不太喜欢飞香港，所以她好几次她就请调，不愿意飞香港。那我每次给她讲说，你飞你就来看我。你不要看他来看我的时候，我女儿长那么大了，因为我一个人住，只有一个房间，她还是跟我睡。对啊，那种感觉就很奇怪了。我长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女儿，我最记得，我是一个小爸爸。怎么讲小爸？因为我年轻就当爸爸。你多大生的他？18、19岁。18、19。20吧，20岁生。多赚呀！现在后然后你知道吗？面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，男人应该是30岁过后才开始结婚啊，生孩子。我小的时候还好，因为他没有见过他妈妈。可是我常常这样抱他到他14、15岁开始，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再抱了，你知道，就感觉不一样，所以就有点尴尬。他还是一天到晚这样见到，就是要，因为他在加拿大长大，他变得还是要这样抱你。我每次就说，哎，陈文走远一点。我说你不要老是跟着我这样子，我说被人家误会你是我女朋友。因为他又个儿，他到了16、17岁吧，他已经跟我差不多一样高了，很高，所以他每次穿一个小小的高跟鞋，他就故意这样拿那个手跟我比一下。真的，他现在跟你出去，你那种特别骄傲的感觉是不是？啊？有一点骄傲。哎，我觉得你看你挺有意思的，你的生命中4个亲人啊，2个前妻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对。你有想过你不说思考吗？我觉得你有思考过你跟这4个人的前生来世吗？有，我觉得我上一辈子一定是给他们借钱不还啊，或者是承诺一些什么没有实现，这一辈子都来还，是吧？这辈子都来还。但是唯一的，坦白说，我比较内疚的还是对于我的女儿。对，因为
他从小没见过他妈妈，一直过得很苦，小孩子，直到我唱歌了，赚到一点钱，把他送到加拿大了，直到我以为帮他找到第二个妈妈了，结果没想到，也是没结婚之前都是当自己的女儿，结婚后就两回事，就我也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在工作，就后来突然间女儿也。他那个女人也把家的钥匙都换，女儿也回不了家了。后来我根本不知道那一两年，原来女儿在外面流浪了。所以，我对我女儿是最愧疚的，一辈子都弥补不回来。所以为什么我要现在开始要教导我自己的年轻歌迷，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，我告诉大家就是，如果结了婚。不管怎么样，年纪一天天大，要成熟。当你生了小孩子，切记一定要陪着他们长大，否则有一天你会后悔。你会后悔没有陪着你的小孩子长大，陪着小孩子长大是最美丽的一件事情。但我觉得你的孩子都大了，其实你不用太操心，你现在操一下自己的心好吗？你的女朋友的问题，对。我都这个年纪，我觉得你挺会说的，然后又会唱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现在？其实我女孩子我没有特定的、一定的对象。个性呢？不要是八婆。我很讨厌人家讲是非。狗仔嘛，被狗仔给。对，我不喜欢那种个性的女孩子，就是哎呀，爸，这个东家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西家怎么样？女孩子最主要就是，她要能够，因为如果我真的要找女朋友，她要个性跟我接近，也是喜欢对什么事情都很有兴趣去研究的，然后喜欢到处去走走晃晃、流浪啊，或者是喜欢音乐的。你看，其实杰迷里面有很多都很活泼、很可爱、很漂亮。你就从杰迷里面挑一个，要不？哎，真的，在演艺圈不乏很多这个明星娶了自己的影迷啊、歌迷啊，过得很好的，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。这么说，其实是因为看到王杰的微博啊，然后大家也没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如果你有意跟王杰大哥交友的话呢，可以在微博留言。你当了我的媒人了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其实。一个女人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的状态，对，也给了一个男人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。可是，其实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要去害人比较好，因为，你知道跟一个艺人在一起生活，其实很痛苦。尤其你有2次失败的婚姻，人家还对你有点看法呢。第一个，比方说，工作的时候，你要了解，当艺人的女人呢，旁边的那个，不管你是什么年纪，多大或者多小。很寂寞的，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像我3天2头都不在家，我1个月大概有20几天都不在家，那你叫一个女孩子，没事，她能忍，对，忍的，那就我就要戴一件绿帽子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不要太悲观了。今天很高兴，我觉得这次看王杰大哥，好像少了几分忧郁的气质啊。然后多了一份这个闲散之情，我觉得可能跟8月7号的演唱会给他带来的好心情有关，所以我真的是自作主张要替王杰大哥谢谢这些歌迷，谢谢我们这些歌迷，好不好？是因为我会觉得，我们这些歌迷是因为我们的掌声和爱，竟然让我们爱的这位明星呢重新找回到了回家的理由，我们也非常有成就感。所以接下来在11月6号。还有新加坡，也请大家关注。要记得，我也是王杰的歌迷啊，支持我呀，支持王杰大哥。谢谢。今天的节目很高兴，最后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唱一首歌，送给王杰大哥呢？好。为了爱，梦一生，这是疯狂还是缘分？爱你有多深？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，不能想，不敢问，是
我台上还是台着，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？为了爱，宁愿不醒来，再多苦我不在乎。为了爱，这场梦吹不散，情愿用一生等待。为了爱，梦一生悠悠荡荡几番浮沉，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世间寒冷。谢谢。